男主角过后，我们要来讲，不知道我们应该要成为男主角之一或者女主角的珍珠，就是 Kiwi Baby。对 Kiwi Baby 这个角色本来是在这个舞团里面的 C 位啊。OK， 对，他在 C 位，然后因为男主角也就是李国煌莫名其妙进来之后，他的 C 位岌岌可危。你会给他几种星座特质啊？我会觉得讲到 C 位这件事情，就跟拼第一、拼输赢，或者是说就是站在中间这件事情啊，所以基本上一开始我觉得白羊跟狮子就一定会先挑出来。白羊跟狮子一次来2个，白羊跟狮子。对，因为白羊他就是一个我就是要当第一，我就是要当老大的那个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狮子座，狮子座是我就是一定要在中间嘛，我一定要是主角这件事情，要不然他会很难的展现他的光芒。对，但是又会让我感觉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剧中跟曹启明，就是李国煌，他在里面在讲到是说，你这么不尊重 drag queen 的这个传统，然后我们就是说要对嘴，你就是硬是要唱这件事情，你倚老卖老，你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然后就不管其他人的死活这样子。对，其实这又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他对于阶级这件事情很在意。阶级，对阶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当然第一个也会想到狮子座以外，我们也会想到他的对宫宝瓶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有聊到的对宫星座，其实他们都对于某个事情是非常的关注，只是他们以南辕北辙的方式去关注这件事情。那在狮子跟宝瓶上面，其实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阶级上面。所以不管是宝瓶宫本身，或者是天秤座，或者是宝瓶他所守护的福德宫第11宫的这个宫位，其实他都很向往的是一个众生平等、民主，或者是多元，或者是一个我们的阶级是一样的，所以它的阶级概念是一个水平发展的一个星座能量可是反观狮子就很明显嘛，只能有一个当国王啊，对，你们下面全部都是大臣，然后都是子民，然后农夫、村民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阶级的概念是由上到下是垂直的所以当他在讲说你这个就是倚老卖老，然后你就是不去管我们死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他会对于这种垂直的这个阶级会很有意见？所以一开始我又会觉得说，他好像又有一点宝瓶，再加上他从头到尾那个调性都让你觉得热不起来，就是一种冷艳美人的感觉。对。所以我又会觉得说，好像又很宝瓶。整个剧情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最后当我们的曹启明。他用他的歌声虏获了全部观众的心，是，他就很不爽啊，他很不爽，而且是观众拱他上 C 位的时候，对，他不开心了，对。然后那时候曹启明跟他讲说，你不是说表演就是你 happy 我 happy 吗？他这时候回了他一句，即便你现在不在 C 位，但大家也 happy 啊。他回了什么？忘了，你说电影票真是浪费他里面讲说，但是我不 happy 啊。所以其实这个又让我觉得说 OK， 所以原则上他真正他在意的是他要在 C 位，而且他 happy， 然后大家 happy。所以这回到就是说他并没有像就是白羊说我一定要第一，而且你们开不开心不干我的事，他是在意的，但是同时他也在意他自己 happy。是，那白羊也在意自己 happy， 但是旁边人不 happy， 白羊管他去死，对，那狮子会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OK， 即便他这么的酷，这么冷艳，有别于我们一般想到那种狮子很慷慨、很宽容的那个特质，他其实我们一开始会以为是宝瓶，但是其实这样子看下来，他说出了那句真心话之后，我们可以很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极致的狮子座的表现然后他会有一点展现出他的宝瓶的另外一端的特质。而且同时可能也是因为他的一些童年的一些经历，而导致他的个性没有办法，就等于是一个没有办法发光的狮子。然后在这边他是他能够发光的舞台，然后你再跟他争舞台，对，这件事很恐怖吧？他的舞台被压下去了，所以中间有一段他是真的不开心，然后就是甚至也想要离开的，对不对？甚至是会是跟他是有一点，甚至是觉得说用一些小手段去弄他。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
每个星座都有它的灵性成长的部分。其实狮子也会啊，狮子也会有灵性成长哦。对啊，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说狮子，我们想到的都是那种很慷慨、很海派、大哥大姐的那种，很照顾下属的那种感觉。是，可是当他今天遇到危机的时候，狮子座的灵性选择就会出现。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灵性选择是比较低的，比较往人性跟欲望那个方面靠近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那个时候的狮子就会觉得，这个下属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厉害了之后，他跟这个下属的关系就会怪怪的，然后他就会开始甚至觉得说，怎么 C 位不保？对，然后甚至会有点踩在别人的身上去展现自己的好，或者是极力的展现自己的好，然后批评别人的不是。或者是说他也可能会打肿脸充胖子，这是另外一种比较消极的一只狮子的做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今天这个狮子它的灵性选择是够成熟，它够宽宏的，它的确就会展现出狮子它该有的王者风范跟气息。那什么叫做狮子该有的王者风范跟气息呢？就是因为我们狮子它的守护星是太阳，太阳原则上是在占星，我们的每个人的星盘里面都有一颗太阳。太阳它所在的地方，就代表说我们的生命中会让我们发光发热，或者是我们注意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例如说太阳落在财帛宫好了，那就代表说今天赚钱这件事情我很热衷，而且赚钱这件事情让我很有面子。是，对，所以那也就是说，狮子它很管的是我很注意这件事，因为它让我有面子。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灵性比较低的，你刚刚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宽宏大量会是狮子？对啊。那如果说灵性比较低的狮子，它今天展现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负面能量的话，如果是正向的，它就会比较是我要展现出我王者的风范，我要像阳光一样照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狮子它一定就是要是那么的王者风范，是因为阳光它很公平的洒在每个人身上嘛。阳光普照里面也有讲了这句很经典的话，就很像之前我们聊的那个卖路人的郭富城，对不对？对，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比较灵性、比较高阶的一个狮子座的一个展现，就是即便说他已经落魄至此，他已经甚至是一无所有了，可是他可以用他依然的那样大哥跟海派的一个方式去展现狮子的能量，然后得到大家的宠爱，而跟他是不是站在 C 位，他是不是有钱是没有关系的。落魄一样可以当王，但是你在很高的地方也是不一定，就是对不对？对，就是如果说你在很高的地方，然后你没有办法容许有更好的人出现，然后一直就是把那些杂草在冒出头之前就铲除的话，的确你还是可以保有王者的那个地位，但是你就没有王者的大气。附带一点再问一个不成才的问题。好，太阳在狮子的话就是大气嘛，什么之类。那如果月亮有狮子的话，是不是脾气火爆的感觉啊？不是哦，月亮代表的是我们的喜好跟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对于事情的一个原初的态度，就是没有经过我们的理性思考，也没有经过我们社会化的人格经验的一个最原初的一个反射动作。月亮狮子的人原则上他会在情绪上面会倾向是用一种比较我生气我不舒服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而且他会倾向于喜欢就是受欢迎的手段去做任何他想要的事情，或者是他的喜好也可能会是比较偏向跟金星狮子也有点像，就是会觉得是希望是大众能够接受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那一种，是不是也是狮子的一种特质啊？其实火象星座都容易来得快去得快，但是容易有脾气这件事情，然后又来得快去得快，我会觉得跟月亮不一样，会比较有连结。狮子的话，我觉得火象星座本身他们的气不会持续太久，不会像水象星座那种就是纠结太久、记恨一辈子之类的。你刚刚说月亮白羊的话会来得快去得快，对，但是月亮白羊跟月亮狮子的差别是在于说，月亮白羊你会 always 觉得说他可能随时会要发脾气，或者说他的情绪是一个比较更容易有波动的。三个火象星座里面，白羊的情绪是最容易有波动的，其实是狮子，最后是最乐天的射手。对，好，所以这个，我们讲到你决定了 Kiwi Baby 的，所以我最后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在灵性成长过程中还在蜕变的狮子座，所以你看到最后他允许了
但是他的那个态度依然是展现是他自己的那个态度在里面。好 ，Kiwi Baby 的角色，他是属于 low 一点的那个狮子座。好，也不是 low 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这是一个狮子座。在这个片子里面，还有哪一个角色他的星座特质有更印象深刻一点？曹启明他的老婆跟凤姐，因为他们的生日同一天哦，可是他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怎么说？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设定是什么啦，但是就是从这两个角色，就是曹太太，还有就是凤姐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凤姐是一个很大拉拉的，对，然后而且她就是对不起哦，我马上就是 take 你报仇了哦，但是我没想到会那么惨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她就是一个这种搞笑谐星的角色，对，但是你就看到她就是很大气海派，很粗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然后而且她有错就马上跟你道歉，那没错，她也就是跟你说，我跟你讲，我报仇了，我报仇了，不会让你知道说我在背后捅你。对对对。那再来，我们看到曹太太，她是一个很注重就是道德伦理规范，你怎么可以让小孩子，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人会有的，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教会的同仁嘛。对，因为同性恋或者是在 drag queen 这件事情，其实在新加坡还是有被禁止的。是，对，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那种教育道德的感觉，是会让曹太太是非常的怒火，而且她不喜欢说谎，是，她会觉得你今天骗我，你今天说谎，对。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觉得说，如果两个人是同一天，那同时又有这么多样的这个特质展现的话，我会把它就是集中到射手。射手，对，这很有趣哦，因为射手其实我们一般讲射手宫，但是也有人说是人马宫，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射手，然后他又是宙斯掌管的，是木星嘛，木星基本上就是宙斯，那宙斯是我们的万神之王，对，所以我们在神话里面可以看到宙斯他就是非常的无敌霹雳，而且他就是讲什么就是道德规范，就是说一套说一套这样子，但是他在凡间乱搞，人间女子男子，然后从人类搞到妖精，再搞到女神，到处都有他的孩子。所以其实射手是一个很有趣，就是你要讲他很有道德感，又讲说道德沦丧，好像都说得通。因为其实不管是宙斯或者是人马的这个形象，我们上半身是人嘛，所以代表我们人的理性跟文明，但下半身马它就是兽。那原则上它就会有这种两个差异非常大的这个落差出现，把射手座的这个生日期间切一半，前半出生的射手会很重道德，后半出生的会很重一些宙斯跟人间的那些人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比较道德感这部分就没有像前半段这么的强烈。那你是前半段出生的射手还是后半段出生的射手？可以参考一下洛师傅的刚讲的哈，它是一个比较低成本一点点的电影场景，或者是服装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们那个歌舞场面大概是同几天把它拍完的，因为剪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得出来。专业的角度是觉得成本不高，我还以为是说想要特别展现新加坡的同志或者是 transgender 或者是 drag queen 他们的生活。它本身它上映的时间是射手座，所以其实它是射手座，但是它弥漫了很丰富的狮子座的一个能量在里面。喜欢狮子王啊，不。我觉得这可以剪到 NG 影片里面。如果大家喜欢男儿王，我也建议大家去找一找1994年的《沙漠妖姬》，它也是一个不错的电影。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他们两个的相似之处。好，我找时间来看一下。那下次我们要聊什么电影呢？我们就下次再说吧。OK，拜拜。好，拜拜。